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FPED 框架。该成果由西北大学的研究团队提出，框架名为 FPED， 全称功能网络先验引导混合专家架构。核心亮点是用极小的 6.8 亿参数量实现精准重构，重构画面在高级语义和细节质感上均达到顶尖水平。同时，框架具备极强的神经科学可解释性，这意味着模型不是简单临摹像素，而是理解人类视觉意图。该成果标志着脑机接口从黑箱走向透明化，为未来通用型脑机接口奠定了技术基础。fMRI 视觉重构的终极目标是把神经活动译成外部视觉图像，它处于认知神经科学与计算机视觉的交叉点。这不仅是脑机接口核心，更是理解感知的关键。当前主流生成模型大多是纯工程导向的，为了像素重构逼真度，忽略了真实生物学机制，这使得模型缺乏结构与功能的解释性。虽能重构图像，却不知网络如何理解语义，这恰恰是现有模型核心缺失的根本所在。传统方法将 fMRI 信号展平为一维向量，这种做法直接破坏了脑网络的拓扑结构，大脑各个功能区域之间的协作因此被割裂。同时，它完全忽略了高级认知网络，默认模式网络与被测注意网络都被排除在外，模型失去了自上而下的语义约束，噪音干扰容易引发严重的语义漂移，这是纯工程导向方法的根本局限。人类的视觉理解并非由单一脑区独立完成，它包含自下而上感知低级特征，再到自上而下处理高级语义的分布式协作。复测视觉流专门负责基础的物体识别任务，被测注意网络则负责分配空间注意力资源，默认模式网络负责处理深层语义与上下文推理。这三个网络各自拥有专长，并协同形成完整视觉认知。简单的特征拼接已无法满足这种复杂协作需求，我们需要一个能动态调用不同网络专长的解码框架，将脑功能网络视为专属专家。动态路由通过可学习门控机制，根据脑电波状态分配贡献，先验引导融合157图谱，使表征学习兼具结构性与解释性。这种设计彻底摒弃了固定权重的死板拼接，模型能自适应调用各网络的专长，模拟真实大脑的协作模式，不仅提升解码精度，还赋予极强的神经科学可解释性。157图谱作为先验知识约束专家路由的生物学合理性，这是从简单特征拼接迈向结构化脑解码的关键一步。FPED 采用双阶段渐进式重构流程，第一阶段将多网络 fMRI 信号送入 MOE 编码器，输出映射到 CIRIP 嵌入空间，建立语义桥梁。第二阶段引入时空路由机制，结合扩散模型 Brain Diffusion Prior 与 SDXL 协同生成画面。这种设计能应对脑活动的时间动态变化，最终实现从粗力度语义到细力度像素的转换。整个流程兼顾了解释性与高保真度。分层 MOE 架构模拟人类视觉处理层级。第一层7位专家精准对应157网络动态 KL 散度强制约束路由分发机制。第二层14位数据专家完全数据驱动，他们负责跨网络交互和复杂高级语义特征。这一设计从宏观解剖过渡到微观功能单元，从而减少对单一解剖先验的过度依赖，卓越效果实现了层次化特征提取。为了均衡专家模块间的负载， FPED 引入 TopK 自适应特征选择，每个专家模块只处理路由得分最高的 K 个特征，这避免了某些专家过载而其他闲置的问题。动态 KO 正则化，在训练早期允许自由探索，中期强力引入脑区先验知识进行约束，后期再次释放灵活性以完成细致微调。这种设计保证了固定输入大小，并限制冗余计算，同时最大化专家专属表征学习多样性，以应对变化。FPED 用多目标优化，确保像素与语义精准。三路几何对齐 Soft CRIP 扩散先验，几何对齐用余弦相似度与 MSE 方向幅度一致。Soft CRIP 实现脑表征与视觉语义对齐，扩散先验提供语义约束，让图像高保真且连贯。三路约束从不同层面规范前空间表征，这避免单一优化目标导致语义漂移与细节缺失。多目标联合优化是 FPED 高保真重构的关键。
实验采用国际顶级的 NSD 全脑三维 fMRI 数据集作为数据来源，个体大脑精准配准到 E07 功能网络模板上，针对每个样本独立选取信号强度最高的14887个体素，在各功能网络内部应用领回归进行去噪处理，所有回归系数均在训练集上独立估算并冻结，这样确保验证集与测试集的绝对纯净。整个流程保证了实验的严谨性和可重复性，为后续重构提供了可靠的神经信号输入。FPED 与最强竞品 MindEye Tower 的视觉对比结果非常直观。冲浪者图像中 FPED 重构的姿态和波浪更接近原图。炒菜图像里 FPED 准确还原了西兰花与豆腐的布局。棕熊图像上 FPED 恢复了毛发纹理和水流细节。在复杂场景布局方面， FPED 展现出明显优势。多物体空间关系的还原度 FPED 远超对手。整体画面的色调与质感同样得到显著提升。这些证据表明 FPED 的高级语义捕捉能力十分突出。FPED 在高级语义测试中3项指标领先。CLIP 得分 96.7%， 语义对齐精准。Inception 得分 94.2%， 质量高。ShiftFNet-B 距离 0.663， 特征差异小。这些指标共同证明模型理解力很强。FPED 刷新了所有基准的最高纪录，模型真正读懂了视觉意图，而非仅仅是临摹。这是语义及解码的重大突破里程碑。FPED 参数量仅为 0.68B， 比 MindEye 2的 2.58B 小得多。它的 CLIP 得分达到 96.7%， 领先所有对比模型。结构一致性指标 SSIM 也达到 0.386， 位居第二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它没有使用笨重的 VAE 生成模型，这种高效源自神经生物学先验的深度注入。先验知识让模型以极低成本捕获高级语义，验证了将生物约束融入 AI 架构的巨大潜力。这为资源受限场景下的脑解码开辟了新路径。消融实验亦直接对比了仅用视觉皮层与全脑网络的差异。实验将模型限制在视觉皮层信号上，即 Only V 准则。结果明确显示，全模型在所有指标上全面碾压 Only V 基线。CLIP 分数、Inception 分数和 FNet 距离均有显著优势。核心洞察在于大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，非视觉脑区如默认模式、网络和被测注意网络提供了关键补充信息。这些区域在高级语义稳定表达上起决定性作用，证明了放弃视觉皮层中心论的必要性。消融实验2直接对比了 MoE 与3种传统融合方案。均匀特征拼接完全忽略网络间的差异。Transformer 和 Attention 虽引入注意力，仍统一处理。FPED 的 MoE 架构在所有指标上全面领先。不同脑网络在特征与时间动态上存在高度异质性。简单拼接或统一融合无法适应这种结构性差异。只有 MoE 的动态门控能自适应捕获网络协同作用。这证明了动态路由在脑解码中的不可替代性。FPED 设计了一种空间热力图方法来验证模型的生物学合理性。该方法计算每个脑专家的特征与 CLIP 图像特征的余弦相似度。通过这种方式，研究者可以定位模型关注的脑区位置。热力图揭示了各专家网络对视觉信息的处理偏好。例如，视觉专家均匀关注全局轮廓与结构布局。躯体运动专家则聚焦于动作导向和任务相关区域，这证明 FPED 自发模拟了人类大脑的大规模模块化分工。模型不再是一个完全的黑盒，而是具备神经科学解释性。专家 V 的热力图均匀覆盖全局轮廓与基础结构。专家 SM 和 C 则精准聚焦动作导向区域。例如第一组中， SM 专家关注键盘操作区，第二组里 C 专家锁定厨师四肢与工具。两组图像共同验证了功能分工的准确性。AI 的行为完美映射了视觉网络的全局感知，以及躯体运动与控制网络的执行规划。这证明 FPED 学会了模块化的神经映射。被测注意专家聚焦显著目标，如运动员与战机。边缘系统专家对食物、面孔等奖励刺激敏感。默认模式网络负责整合场景。深层语义与上下文热力图清晰展示了各专家截然不同的响应区域。这表明 FPED 并非仅靠像素匹配来生成画面，而是完全自发学会了大脑的模块化分工。这一发现为模型提供了极强的神经科学解释性。
它证明了生物学先验在视觉重构中的关键价值。研究人员通过提取 Mo 层的路由权重，量化了各脑网络的相对贡献。在文本对齐任务中，边缘系统 Limbic A 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。这种优先调用行为印证了边缘系统处理情感与高级语义的功能。而在图像对齐任务里，多个网络呈现出均衡参与的态势。被测注意网络、视觉网络、默认模式网络和躯体运动网络共同协作。模型深知理解一张图需要综合空间注意与结构轮廓，还需要场景上下文与动作语义的多维度融合。这一发现揭示了 AI 对不同模态采用了不同的脑网络协同策略。FPED 框架融合数据驱动、生物先验与 AI 架构三大支柱，它彻底摒弃了传统一维展屏的落后方法，从而开创了结构化全脑功能网络分析的先河。双层路由机制大幅提升了非视觉网络的特征提取，并且首次赋予脑解码极强的神经解释性。严谨数据验证了生物学先验注入深度学习有效，这能以极低的算力成本实现性能降维打击。FPED 由此重塑了脑机接口领域的解码范式。FPED 在多受试者混合评估中同样表现卓越。单受试者设置下性能已经领先，但混合测试更具挑战。多受试者混合评估 CLIP 分数达 96.7%， 这证明模型能提取跨个体的共性神经表征。这种能力对通用型脑机接口至关重要。未来发展可实现即插即用的解码系统。FPED 泛化能力为实际应用铺平了道路，这是脑机接口走向通用化的关键一步。FPED 框架架起了神经科学和类脑 AI 的桥梁，它以极小参数量实现了顶尖高保真视觉重构。这项工作赋予了脑解码前所未有的解释性。未来神经解码将向实时动态场景系统拓展。本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正式资助，它验证了生物先验注入深度学习架构的潜力。脑网络感知专家模型研究正引领一场范式变革，神经解码的巨大潜力才刚刚开始逐步释放，神经解码的无限可能才刚刚开始展开。